1个月的汽车颠簸生活结束了。我们于1943年3月20日下午到达安溪。从安溪到敦煌的一段行程，连破旧的公路也没有了。我们过了石头骆驼，开始了敦煌行的最后旅程。一眼望去，只见一堆堆的沙丘和零零落落的骆驼刺、芨芨草。塞外的黄昏，残阳西照，昏黄的光线被灰暗的戈壁滩吞没，格外阴冷暗淡。留下这些文字的人叫常书鸿，后来被称为敦煌守护神。1943年3月24日，也是农历春分的第2天，一支6人的驼队来到敦煌。他们来自重庆和兰州，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派来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他们是龚祥礼、李赞廷、陈延儒、刘荣增、辛普德和常书鸿。从甘肃的安溪到敦煌120多公里，驼队走了3天3夜。而从巴黎到敦煌的路程，常书鸿走过了更为漫长的6年。上世纪20、30年代，一群来自中国的年轻美术家聚集在艺术之都巴黎。他们与同时代的徐悲鸿、刘海粟等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西洋绘画艺术的先驱群。法国艺术家相当的社会地位。30年代在巴黎的都是单身的，所以大家都周末都到我们家聚会。那些艺术家搞雕塑的、搞油画的、绘画的，都在我们那儿聚会。常书鸿已经在法国生活了10年，在很多人看来，他已经属于这里。有一天，我从卢浮宫出来，沿着圣日耳曼大道散步，顺便溜到塞纳河旧书摊，去浏览一下内容丰富的书籍。忽然发现了一部有6本册子装订的《敦煌石窟图录》。敦煌石窟图录，这部图录是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在中国甘肃敦煌石窟中拍摄的。30年后，他让一位浸淫在西方油画世界里多年的中国艺术家看到了敦煌艺术的魅力。这距今1500年的古画，气势雄伟的构图，其笔触的奔放，甚至于比现代野兽派的画还要粗野。这是多么新奇的发现呢！我十分惊讶。他惊讶了，他说我在法国追求艺术，结果我们的根，艺术的根应该看的还在我们自己的中国。他我一回去一定要到那儿去，要了解个究竟，到底怎么回事儿。后来回来就讲，他一直从那以后就想着我一定要回去一定要到敦煌去。塞纳河畔
与敦煌艺术的相遇，似乎成为一种召唤。不久，常书鸿接受了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邀请，回国任教。1936年的北平，战争的气息已经越来越浓烈。在此之前，日本军队早已占领了中国东北，并继续将势力向华北推进。显然，这个离开中国10年的艺术家缺乏对时局的准确判断。在常书鸿回到北平后不到10个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城里的人纷纷开始南下。此时，常书鸿远在法国的妻女已在归国途中。就带回来我父亲当年的还留在巴黎的画，还有我母亲的一些小雕塑，反正大箱子小箱子我记得一大堆在船上。到了上海，我父亲接的时候，我记得我父亲说：“你带回来这么多东西，我们现在要开始逃难。”从1936年开始，为了躲避战乱，常书鸿随北平国立艺专先后迁至杭州、江西古岭、贵阳、昆明，最后到达重庆。那个促使我万里迢迢投奔祖国的敦煌，还在天边，在黄沙碧天的漠北，可望而不可及。转眼4年过去了。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知识分子聚集而来，重庆成为抗战时期文化的中心。而在中国大片土地上，中华文化惨遭践踏，几千年的文明古迹无可挽回地葬身在战火硝烟里。国家存亡之际，为了拯救和延续尚存的中华文化根脉，在未被劫掠的西北，许多知识分子瘦弱的身躯穿越在河西走廊。上世纪40年代敦煌的历史上，记下了许多人的名字。1941年3月，张大千率领夫人、儿子及随行9人抵达敦煌。当时，张大千在国画上已经与齐白石齐名，素有南张北齐之称，开始被国人和世界所瞩目。1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大千的友人告诉他，沿着河西走廊往西，在戈壁深处，敦煌莫高窟里有大量唐宋时期精美的壁画。这个消息让张大千从千里之外的重庆来到敦煌。他们就住在千佛洞对面的上寺里。每日清晨，张大千由次子张新志陪同进入洞窟，直到晚间方才离开。
敦煌400多个洞窟、2000多身彩塑和4万多平方米的壁画，积淀着1000多年的灿烂艺术。这大大出乎了张大千的想象，让他无法割舍。他决定开始对敦煌壁画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临摹。本打算只在这里逗留3个月的张大千，归期一再更改，日子就这样拖了下来。1941年11月5日，这天是农历8月15。视察河西走廊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突然来到莫高窟，专程与好友张大千相聚。张大千无限感慨，他告诉于右任，敦煌艺术如此珍贵，但莫高窟乏人管理，长此以往必会颓败，以致废弃。于右任当即赋诗3首，其中几句是这样写的：斯是博士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艺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这次相聚后，于右任决定建议国民政府设立敦煌保护机构，从而最终使敦煌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回溯历史，敦煌艺术得以保护，源于众多文化人士的关注和呼吁。这幅绘于1942年的敦煌千佛寺全景图，用4米多长的画卷，展现了60多年前敦煌莫高窟的全貌。作者是旅法雕塑家王子云。像许多爱国艺术家一样，王子云在抗战期间回到祖国。1940年10月，王子云发起成立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沿河西走廊进行了4年多的考察。在敦煌近半年的时间里，考察团临摹壁画，实地拍摄了大量照片。当这些罕见的敦煌图片及写生在重庆展出时，震动了大后方文化界。这是住在莫高窟中寺破庙里的学者向达。向达早年曾到欧洲抄写和研究敦煌散失的经卷。1942年，他率领西北实地考察团考古组到敦煌实地考察，眼见千年佛窟危在旦夕，当即以笔名方回发表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呼吁保护敦煌。这篇文章很快激起了文化界对敦煌现状的同情和责任心，一时形成了舆论高潮。此时，敦煌影响日渐扩大。《中国科技史》一书的作者英国人李约瑟参观过敦煌后也认为，莫高窟可能是中国最大的国家纪念碑和博物馆。1942年底，于右任向国民政府中央提出议案，请求设立敦煌艺术学院。1943年1月，教育部公布成立敦煌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常书鸿出任副主任委员。常书鸿终于踏上通往敦煌的道路。
当一轮太阳从嶙峋的三危山高峰升起，我们完全被眼前壮观的景象陶醉了。1943年，初到敦煌的常书鸿，感受到莫高窟曾有的灿烂，也目睹了它眼前的破败。莫高窟这个绝世宝藏，竟曾被充当监狱。1920年，一批在10月革命中流亡出来的白俄官兵窜入中国境内，被中国地方政府扣留，就关押在这里。第427窟这些面目全非的壁画，是白俄囚徒留给莫高窟的记忆。壁画上的金箔被刮走，留下的是斯拉夫语的下流话。第156号洞窟还有烟熏火燎的痕迹。1943年的藏经洞早已空无所有，因为西方探险者的盗窃，再也难以想象这里曾经是藏有5万卷经卷的文化宝库。这空荡荡、寂静幽暗的洞室，像是默默地回顾着他的盛衰荣辱，又像无言地怨恨着他至今遭受的悲惨命运。负在我肩上的工作任务，将是多么的沉重啊！1944年，这天清晨，在敦煌莫高窟9层楼南边不远的一个院落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敦煌终于结束了400多年来在民间缺乏有效管理的状态，第一次蒙受国家政府的庇护。这一天是1944年1月1日元旦，新的一年开始了。院中有2棵栽于清代的老榆树。院中正房是工作室，北面是办公室和储藏室，南面是会议室和我的办公室。大家都在研究所办的食堂吃饭。虽然没有硬性规定工作上下班时间，大家都十分自觉，饭后早早地进洞子临摹、调查，各干各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时，人员不超过10人。那时，常书鸿不断给内地的友人和学生写信。很快，董希文、张林英、李煜等一些内地年轻的艺术家陆续来到敦煌，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常书鸿的学生。太难
呀，真是。所以啊，那时候就是不蹈贺喜，不知中国之大。那个厨师就给你端来，你4个人4碗面条，就这样，没有别的。有面条你就是醋1碗醋，1碗盐，你就面条完了，一勺醋，1勺盐，拌一拌就吃。生活都挺艰苦的。不久，常书鸿说服妻子，带着1对儿女从重庆来到敦煌。是常书鸿老师的爱人打扮得很漂亮，长得也漂亮，她也爱打扮。考察洞窟，研究美术史，临摹壁画，相对于战火纷飞的前线，平静的西北荒漠反而为艺术工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晚唐5代时期的千佛洞，文献记载有过10余个寺庙，200-300个僧人的盛大规模。经过400多年沉寂之后，这段日子应该是千佛洞大事记的又一个重要时期。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敦煌。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到很多著名的人物。1943年4月，就在敦煌春色最浓的时候，张大千完成了在莫高窟的临摹，收拾行装离开千佛洞。张大千将一个纸卷交给常书鸿，那是一幅采摘蘑菇秘密地图，上面标明在敦煌哪里可以找到蘑菇。此后的若干年，这张地图为常书鸿他们单调的餐桌增添了不少稀罕的内容。张大千原本打算只在敦煌逗留3个月，他离开的时候已恍然过去了近3年。期间，他们共临摹壁画276幅，这些画作不但对他以后的画风产生了深刻影响，后来莫高窟大规模修复时，其中近200幅作品被借用参考。为了此次敦煌调查研究，张大千除出手大量自己的作品和心爱的古代书画藏品外，还先后借债5000两黄金，这在当时相当于500根金条。当1943年11月，张大千一行返回成都时，有人注意到，张大千走时须发如漆，归来已耳鬓染霜。我计算了一下，至少有上百个洞窟已被流沙掩埋。虽然生活工作条件异常艰苦，但大家工作情绪仍很高涨。我们雇了少数民工，加上我们自己，在洞窟外面要修建一条2米高、2000米长的围墙，把下沉洞窟的积沙推到0.5公里外的戈壁滩上。此外，还要修补颓圮不堪的甬道、栈桥和修路之树，这些工作我们整整大干了10个多月。
秋天来临，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到莫高窟已经半年多了。艰苦的环境、简陋的条件，不断考验着他们。临摹的颜料也成问题啊！我记得都用的玛丽牌的广告色，但是有些矿物颜色都是当地的，那个泥巴非常好，那时候就把它泡开了，就当那个颜色。从刚来就喝大泉那个水，咸水。别人刚一来就是吃那水，我们是吃习惯了，别人来一吃那水就拉肚子，一直不坚强的人根本就待不住。经费匮乏，条件简陋，使过去长期习惯于艺术单纯的常书鸿不得不面对许多现实而无杂的问题。我父亲很压抑啊，什么回到家里对我母亲不是很好的安抚关怀，而是发泄，跟我母亲吵架，一点的事儿，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我母亲受不了了。就这样子，就促使两个人的感情慢慢。一天，常书鸿的学生把一些信件交到他手里，他的妻子不辞而别。常书鸿连夜追到安溪，问遍了车站、旅店，也没有找到出走的妻子。最后总算打听到消息，失望和疲惫中，常书鸿继续向玉门方向追去。后来才知道，我是被戈壁滩上找油的人救起，经过急救和3天的护理，才恢复过来。胜利的消息1个月之后传到敦煌，人们在欢庆喜悦之余，思乡之情油然滋生。8年了，谁不想回家看看呢？都要走，3支的研究人员都走了。这时的莫高窟一片冷寂。不久，又一个消息传来，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抗战胜利百废待兴，为节省经费，裁撤一切不需要的机构，敦煌艺术研究所撤销。今天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死沉沉，阴森森的。只有远处传来几声狼嚎。这样的夜，本来是早已习惯了的，可如今却是辗转反侧，怎么也不能成寐。那些熟悉的壁画和彩书，当我一来到千佛洞，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
是否与他们融化在一起，我离不开他们。买家里的东西，我亲自给买的，都称上寄托到一个商店里去给我买的。当时那些大门外人呢，哎呀，你们上书房就穷成怎么了？连路费都没有嘛，就把就买了好衣服啊、西装啊、皮靴呀啥的，他法国穿上那好衣裳都买的，当路费回去。1945年冬天，常书鸿告别工作了3年的敦煌，带上一对儿女到重庆奔走呼吁。感觉这个不想离开千佛洞啊，看那个样子，眼泪花都流完了。他说：“你们要好好保管，把这个洞窟一定要保管好，我还要回来的，不是我去不回来，我还要回来。”这当时我们都很感动的。抗战胜利后的重庆忙碌混乱，政府机构忙着回迁，熟悉的朋友劝常书鸿一起返回内地，但他却决意要恢复敦煌艺术研究所。此时，很少有人顾及西北敦煌的前途命运。经过近1年的四处奔走，常书鸿最终说服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负责人傅斯年。傅斯年批准恢复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拨发卡车1辆，物资若干。1946年，常书鸿带领着他新招收的中央大学艺术系和四川国立艺专的段文杰、霍希亮、孙如渐、欧阳林等许多学生回到敦煌。第2年，更多的人来到敦煌，其中包括重庆国立艺专的学生李承先。他是常书鸿的新婚妻子，后来的几十年，他与常书鸿相濡以沫，相伴终生。现在200多个洞窟都可以登临巡视了。最近又做了一个总窟门，近来以绝对禁止2项过去已成习惯不合理的方法：一是研究所同仁不能假借任何理由有印模与喷水之行动，违则撤之理所；二是外来研究人员如发现上述行动，立即撤销研究许可证，停止其研究工作。我想，一切爱护敦煌壁画的人都应该一致反对这种对壁画谋杀性的行为。1948年之后，敦煌的保护管理虽开始走向规范，但莫高窟历经千年，早已残破不堪。为此，常书鸿曾多次向政府提请拨款修复。这个愿望，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实现。在国家的支持下，莫高窟全面的抢救性修复保护工作正式展开。1956年和1963年，先后2次对莫高窟南区进行了加固。敦煌的保护工作由留守式的看护性保护
进入了抢救性加固保护的阶段。抹去半个世纪的风沙，敦煌从岌岌可危的残壁危崖，逐渐焕发出生命的光彩，而它的守护者已鬓染霜雪。1982年，守护敦煌40年的常书鸿一一作别，迁居北京。上書校さんが暑いさなか大変な道のりを越えてきたのは。这是1987年日本 NHK 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83岁的常书鸿最后一次回到敦煌。但是我父亲老觉得是客居北京。他病的时候，他跟我说：“我将来死要死回敦煌啊！”这是他的一个遗言。1945年，从敦煌归来1年的向达，开始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向达以目录学和历史学著作等身。日本投降后，他曾开列详单，呼吁国民政府向日方索赔战时中国文物的损失。张大千1949年离开大陆，这位东方画家最终奠定了他世界级大师的地位。有人研究了张大千一生的作品，认为他的画风在45岁左右有一个重要改变，其笔墨间摆脱了清新俊逸，开始呈现出瑰丽雄奇的气象。敦煌文物考察之后，王子云开始调转自己的艺术走向，最终把美术考古作为毕生的事业。这位中国现代雕塑艺术的先驱渐渐被人淡忘，他成了一个学者。1990年，94岁的王子云在书桌前长逝。三危山脚下，面朝9层楼，静静的一群墓碑，是常书鸿和许多去世的敦煌工作人员的归宿。日本作家池田大作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先生将选择什么职业？”常书鸿说：“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不过，如果真能再一次投胎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